美国的加勒比海上面有座被称为是恋童癖岛的地方，它是很多少女挥之不去的噩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爱普斯坦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美国的加勒比海上面有一座特别的小岛，岛上的设备奢华，有无数的政商名流造访过，比如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以及英国王子安德鲁，据说都是这里的贵宾。但它同时也是很多少女的噩梦。有多位的少女指控岛主爱普斯坦涉嫌侵犯他们，甚至还将他们转卖给有权有势的朋友，让他们身心受创。受害者当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4岁。到底发生什么事？爱普斯坦最终有受到惩罚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我们想要提醒一下这集可能会有一些让人不太舒服的内容，如果大家在看的过程当中觉得状态不太好，随时都可以按下暂停或是离开哦。那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在这个一张图就能够决定成效的时代，你是否正在烦恼如何塑造品牌形象，或是想要打造一个独特且有创意的视觉，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设计服务呢？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简约设计，我们能够提供你多元的设计服务，从梳理品牌脉络的企业视觉识别，到视觉强烈的活动主视觉，还能够架设各种风格的插画、漫画，让你的品牌有创意又独树一格。我们有专业的企划以及专案管理，品质稳定有保障。不管是 logo、活动主视觉、贴图、社群图、懒人包等等的各种需求，都欢迎来洽询简讯设计哦。爱普斯坦是美国金融界的名人交流广阔，跟美国前总统川普、克林顿以及英国的安德鲁王子都来往密切。据说爱普斯坦呢，靠着帮忙富豪们管理资产，累积出了巨大的财富。他在佛罗里达有一栋价值高达4到6亿台币的豪宅，在纽约市中心有一排联动的房屋，然后在新墨西哥州呢有农场，在法国巴黎有公寓，甚至呢是在加勒比海也拥有一个度假的小岛。对，你没有听错，是一座岛。这座岛的名字叫做小圣詹姆士岛，面积呢有28到32公顷，相当于是30个标准的足球场这么大，岛上应有尽有。不只有多间的度假小屋，一栋靠海的别墅，一个养红鹤的人工湖泊，连码头啊、直升机停机坪，甚至呢是连海水淡化系统都有，光是员工就有70位。不过这座岛屿呢，还被很多人昵称是恋童癖岛。岛上的员工说，几乎每个月都会有客人来，除了政商名流，还有不少的年轻女性。员工们不止一次目睹这些年轻女性在岛上裸露上半身陪男客人，甚至还有人声称看到了英国安德鲁王子在泳池里面抓着一个年轻的女孩磨蹭。本来这些传言都不能够代表什么，直到第一位报警的少女出现。2005年，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警局收到了一通报案来电，有个家长呢发现家里的14岁女孩有来源不明的300元美金，大约是9000台币。仔细一问才知道他跟朋友去爱普斯坦家按摩，那如果长得漂亮或者爱普斯坦喜欢他，就会留他们下来做别的事情。是什么别的事情？警察继续往下追查后发现，类似经历的未成年少女有非常的多，他们大多呢都只有14到16岁，也都被告知说，只要去爱普斯坦的豪宅帮忙按摩，就可以拿到200到300美金的报酬。但是在按摩的过程当中，他们会突然被要求脱衣服啊、脱裤子，甚至呢还有人会直接遭到猥亵，甚至是性侵。警方发现这少女呢大多都是家境贫困、家庭不完整，甚至有过性创伤的经验。面对有钱有势爱普斯坦，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拒绝，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寻求帮助。有人只去了1次，也有人去了上百次。而且爱普斯坦还告诉他们，只要找到新的按摩女孩，就可以再拿到200元的美金，让这些女孩变成了共犯，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循环。因为爱普斯坦的身份，警方不敢掉以轻心，整整追查了7个月，才终于申请到了逮捕令。警方把调查结果写成了长达53页的联邦法院起诉书，而他们也找到了35到40位的少女愿意出庭作证。当时侦办的警察都认为爱普斯坦的下半辈子铁定要在监狱里面度过了。没有想到爱普斯坦的律师团跟联邦检察官艾科斯塔达成了认罪协议。认罪协议提到，只要爱普斯坦承认有招揽未成年女孩卖淫，并且被登记成性罪犯，再向确定的受害者支付赔偿金，联邦调查局就不会继续追查他的责任，也不会起诉其他潜在的共犯。2008年呢，爱普斯坦因此被判刑了18个月，但他的坐牢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
他不但可以吃好料、看电视，一周呢还有6天的监外自主作业，可以出去12小时，晚上8点前再回到看守所就好了。后来，爱普斯坦呢只服刑的是3个月就出狱。虽然规定说爱普斯坦呢要居家监禁1年，但有4家侦探发现爱普斯坦呢总是违法出门，但即使通报警察，警察呢也会因为他的名人身份无能为力。爱普斯坦快速的回到原本的生活，继续的活跃在政商名流之间。但这个消息呢，对于那些希望在法庭上面获得正义的受害者来说，完全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他们被剥夺了公开发声的机会，还有忍受公众对他们的误解跟负面标签。这种痛苦又无助的状态呢，一直到89年之后才开始有了改变。2017年的10月，美国掀起了一波 Me Too 运动，有很多女性公开分享自己曾经被性骚扰或者是性侵犯经历，而这个社会氛围呢，也启发了一些曾经遭到爱普斯坦侵犯的女孩。她们说出了自己的遭遇，说她们在遭到爱普斯坦侵犯的时候，因为很害怕自己会受到伤害，只好默默的做完被要求的事情。之后，她们虽然拿到了钱但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很脏，人生彻底的被改变了。还有一些人受到了爱普斯坦以及他当时的女友季斯兰的诱骗，被带到了小圣詹姆士岛，遭到了无止境的性虐待跟性侵。有少女曾经想过要跳海离开，但她马上就被抓了回去，因为岛上布满了监视器。这些女孩都说，除了爱普斯坦呢，季斯兰也是共犯。他不只会一起侵犯少女，也会误导这些少女，这样做其实很正常。甚至还有人说自己被爱普斯坦当成物品，交易给其他的政商名流，成为这些权贵的性奴。有位名叫做维吉尼亚女孩就指控，她因此受到了英国安德鲁王子的性侵。2018年底呢，迈阿密先驱报报道了这些女孩的心声，还有那个极具争议的认罪协议。后来联邦政府重新调查，认为当时的认罪协议没有得到受害者的知情同意，所以违法。在2019年的7月重新起诉，并且逮捕了爱普斯坦。联邦调查局认为，爱普斯坦性虐待了至少数十位的少女，而他们呢，也在爱普斯坦的豪宅当中发现了大量的儿童裸照。很多人都认为，爱普斯坦这一次绝对是插翅难飞了。原本跟爱普斯坦交好的权贵人士也都纷纷开始切割。像是前美国总统川普就说，他很早呢就跟爱普斯坦闹翻，超过15年没有讲话。克林顿也声称，他已经超过10年没有跟爱普斯坦讲话，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去过小圣詹姆士岛。英国的安德鲁王子更强调，他完全不认识指控他性侵的维吉尼亚。不过有媒体拿出了克林顿的飞行记录，认为呢他在2001到2003年这3年之间呢，至少去过小圣詹姆斯岛26次。又有人提出了维吉尼亚跟安德鲁王子的搂腰合照，质疑安德鲁王子可能在说谎。那就在真相还有待厘清的时候，爱普斯坦在狱中自杀身亡了。这消息让很多受害少女感到愤怒对他们来说，这代表爱普斯坦又再一次的逃避掉他应该要负的责任。同时，他们也感到哀伤，因为呢，他们再也不能够当着爱普斯坦的面指控他带来多大的伤害。还有人发现，爱普斯坦在死前的2天签署了遗嘱，把这个财产转到了信托基金下，让受害者呢更难获得赔偿。所以很多人都认为爱普斯坦根本毫无悔意。但有人认为爱普斯坦的死因并不单纯。爱普斯坦在监狱当中用床单自缢的时候，这个监视器刚好故障，应该要每半小时巡视一次的守卫也没有出现。很多人呢都认为这个巧合不太合理。此外，爱普斯坦的家人申请验尸，发现他的舌头呢出现3处的骨折。根据他们聘雇的专家判断，爱普斯坦的自杀方式不太可能会造成这样子的伤害。所以有很多人怀疑呢，爱普斯坦其实是他杀，因为他牵扯到了太多的权贵才会被处理掉。那无论真相如何，爱普斯坦过世之后，关于他的诉讼就被撤销了，只剩下祭司案调查还在继续。2020年的7月，爱普斯坦的前女友基斯兰因为涉嫌帮助爱普斯坦犯罪，被判处了20年的刑期。基斯兰在法庭上面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同时也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而被指控性侵的安德鲁王子虽然在 BBC 的访问当中反驳指控，比如说他认为照片可能是假造的，因为他不会在公开的场合用拥抱来表达爱意。还有呢，维吉尼亚说他流了大量的汗，但其实他因为身体因素不太会流汗。但社会大众都觉得他的说辞很薄弱，态度反复，而且他在访谈当中还说自己不后悔认识爱普斯坦，被民众强烈的抵制。后来安德鲁王子宣布暂停公务，并且辞去公职，在2022年的2月呢，跟维吉尼亚达成了庭外和解。
2023年，美国司法部呢也发布了爱普斯坦监狱事件的调查，他们认为是监狱管理不善，员工怠忽职守，才会让爱普斯坦自杀成功，没有相关的他杀证据。不过事件还没有结束，直到今年的2月，还有12位的受害者对联邦调查局提起了诉讼。他们指控调查局没有及时的将爱普斯坦绳之以法，才会让他持续的伤害更多的未成年少女。所以美国政府应该要负起责任，赔偿受害者的损失。那目前这起诉讼案呢，还要在等待美国司法单位进一步的调查跟厘清。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希望可以顾及大部分观众的情绪，内容讲的比较隐晦跟简略。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可以上网搜寻上流浊水观看系列的纪录片。那话说回来，我们在查这起事件的时候呢，情绪受到了很大的震撼。看到有那么多不同的女孩说出类似但过去都不敢告诉别人的遭遇，让我们觉得很难过。其中有个女孩坦诚自己大概带了24位的女孩去爱普斯坦的别墅，她不止被外界责备自己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女孩的无助，她们当时都只有10几岁，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应对，但应该要保护她们的成年人却误导她们，让她们做了后悔一辈子的事情。这种既纠结又无力的情绪，常常让我们需要暂停一下，才有办法继续的处理事件。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整理事件的时候，也不断的联想到之前的韩国 N 号房以及近期的台湾创意私访事件，类似的儿少性剥削案件不断的在世界各地上演，许多的罪犯也都还逍遥法外。我们不禁思考，这样的现象呢，是因为政府的执法有什么样的问题吗？还是我们目前的性教育哪边呢又还需要再加强？又或是一般的成年人应该要再有更多的警觉性吗？我们前阵子针对创意私访论坛做了2支的影片，一部呢是讨论创意私访是怎么样运作的，另外一部是访谈揭露创意私访事件记者透过他的视角听见这些受害者的故事，2部影片都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看。那希望可以透过关注这个事件，让我们一起思考如何保护未成年的孩子，让他们能够安全快乐的长大。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如果你是受到爱普斯坦侵犯的人，你会愿意出面公开指控他吗？A 不愿意很难提出证据，担心自己反而被指责不检点。B 愿意我希望可以将他绳之以法。自己要看对象，他这么有钱有势，私下拿钱和解或许也是一个方法。一起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放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爱普斯坦。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韩国 N 号房以及台湾创意私房。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